天津北宁公园是一座拥有117年历史的公园，也是正八经的4A 级景区。在它存续的100年岁月里，这里一直是天津几代人重要的游览打卡地。大家好，我是徐工，这次一定点关注，下次旅行不迷路啊！我在这个地儿是天津的北宁公园，在这个时候，这种户外景点还是可以来的，不过出来的时候务必要做好防护。北宁公园的前身是袁世凯亲自选址并委托手下筹办的种植园，那是1907年的事情。不过那个时代军阀彼此仍然混战不休，人人都是朝不保夕，没心思在10年前或者现在种一棵树，所以这个种植园也没办起来。直到1930年，在北宁铁路局的主持之下，这里才被重新规划起来，并以宁园这个名字重新问世。宁园这个名字来源于诸葛亮的诫子书中“非宁静无以致远”这一句，因为背后的大金主是北宁铁路局，所以这个地方也被叫做北宁公园。在1937年日本侵华战争期间，北宁公园被日本军队占领，然后被改造为兵营和疗养所，整个公园被祸害得不像样子。直到多年以后，日本鬼子和国民党先后被赶跑，北宁公园这才再次迎来了新生。在历经多次修整之后，北宁公园开始重新焕发生机，成为了几代天津人的热门打卡地。我记得自己小的时候还坐在父母自行车的后衣架上去过一次北宁公园，那是上世纪90年代的事儿。在那个时代，出门去一趟公园可以说是仪式感十足，现在去个公园就比较稀松平常了。当我们迈进21世纪之后，北宁公园又一次被提升改造了。这是2010年左右的事儿，里面拆了一些建筑，增加了一些景点，但也保留了一些有意思的建筑。比方说，我之前在建昌道坐长途汽车经过立交桥的时候，总看见河北区这边有一座大白塔。后来进了北宁公园才知道，原来这个大白塔就是北宁公园里的致远塔，这算是此处的一个地标建筑，也在这次整修后被保留了下来。将来咱们有机会单独出个视频说说它。但与此同时，在改造的过程中，也有很多人的回忆从此消失了。比如很多人就对这边的大象滑梯、长颈鹿滑梯念念不忘，那是很多人的儿时回忆。这是拆除前的长颈鹿滑梯，这是拆除后的长颈鹿滑梯残骸，这是拆除前的大象滑梯，这是拆除后的大象滑梯残骸。是哪一年拆除的呢？资料里说是2010年那次改造时，这些东西就都被拆除了。看起来好像不怎么久远，但弹指一挥间，这也是人间10几年了。这不就是历史的前进和迭代吗？旧的回忆逐渐被时间磨灭，只有极少数的信息才能一路留存到后人的手里。这些不那么重要的生活细节只会在街头巷尾口耳相传，然后再泯灭于岁月，相忘于江湖，最终随着我们这代人一同老去，一起凋零，最终被历史彻底遗忘。看到这里的朋友，记得一键3连加关注，和徐工一起读城，一起旅行。中华石园的位置在天津市津南区，虽然地方不算很大，但它是正八经的2A 级景区，票价20块。这个地方的造价成本一直是个谜团，有的资料说是2000万，有的说是4.2亿，有的说是4.7亿，有的说是7个亿。这些个数据呢，乍一看差距很大，但对于建筑这种项目来说，任何一个数据看起来都挺合理。要靠这20块钱的票价，这不得干上几百年才能回本？这里边肯定有其他的变现项目。大家好，我是徐工啊，这次一定点关注，下次旅行不迷路。这个地儿是在天津的中华石园啊，今天带大家来逛逛这个地方。中华石园的城堡是哥特式的城堡，据说内部能承办婚宴，目测这个体量摆上20-30桌问题不大，就是不知道价格几何。我们来的这一次，主城堡一直关着门，没有对外开放。虽然城堡内部没法参观，但这个地方仍然有很多玩法。如果是纯粹参观的话，这里有郁郁葱葱的盆景园，这除了能用来观赏之外，还售卖成型的盆景。不过我不太会欣赏盆景，加上口袋里没什么钱，所以没买。这是个老榕树吗？这可有年头了啊！除此之外，这里还有造价不菲的化石溶洞，里边有各种古老的化石。这个是1亿5千年前的化石，这化石那么多生锈了。还有巧夺天工的石质艺术品。这是108个菜的满汉全席啊，都是拿石头做的，看着还挺像的，还挺像的。这是火山喷发啊，你看做的多像。2019年还有游学项目，今年是2022年，不知道未来还有没有游学，也不知道我们还有没有未来。此外，这还有一个环境优雅的湖心亭，休息也好，谈情说爱也好，喝茶喝咖啡也好，都是上佳选择。这个地儿够幽静的啊，真是个好地方。
只要在这石头凳上坐一会儿，那可太爽了啊！那才是偷得浮生半日闲，俯仰流年20春。这里的风景颜值很高，而且非常出片，无论是绘画写生，还是练习摄影，或者是拍婚纱照，甚至是像我这样的无人机飞手，都适合来到这里练习。我们在这遛娃的一下午，就见到了至少2对拍婚纱照的新人，而且这一天还是个周二，看来这个取景地的点击率还不低。而且我们看见的每一个人基本上都举着手机在这拍来拍去。咱不得不多说一句，多年以前只有电视台这样的专业机构才能拍出高大上的纪录片，现在呢，只要有个无人机，有个手机，再学会1、2个剪辑软件，人人都可以成为纪录片导演。可能我们的作品短了点，粗糙了点，但照样能满足一部分观众。对于我这种小门小户的博主来说，已经足够了。这才是旧时王谢堂前燕，飞入寻常百姓家。当然了，中华石原不仅有王谢堂前燕，还有很多鸽子。我航拍的时候呢，这一大群鸽子飞来飞去，吓得我都不敢乱动，生怕鸽子把无人机给撞坏了。不过还好，我这运气还算是不错，无人机平安归来了。这些鸽子就是中华石原的娱乐项目之一，你可以门口买一袋干粮，或者自己带点馒头、玉米之类的，在园子里直接喂鸽子。之前不是有明星说过，心情不好就坐飞机到巴黎，然后在巴黎的广场喂鸽子，等心情好了再回来。就算退而求其次，也得去个北欧洗涤身心，或者去个拉萨净化心灵。不过有了金南的中华石原，你无需戴着口罩远赴巴黎，也无需花费巨万奔向北欧，甚至也不用一路搭车穷游拉萨，只需20元的门票，照样能和鸽子近距离接触，改善心情。如果喂鸽子感觉不尽兴，湖里还有很多锦鲤可以喂，这些锦鲤不怎么挑食，菜叶子还是粮食，通通照单全收。人不能2次踏进同一条河流，也不能2次喂同一群鸽子，毕竟时光逝去，鸽子会衰老，故人也会凋零，世间万物终磨灭，只分来早与来迟。或许城堡上的灰砖，桥上的鹅卵石，溶洞里的古化石，他们见证了更多兴亡因果，但他们生来注定不是喧嚣的传播者，只能是沉默的记录者。试问又有谁能看懂这一册厚厚的编年史呢？看到这里的朋友，记得一键3连加关注，和徐公一起读城，一起旅行。天津东湖公园是基于天津东丽湖建设而成的公园。这个湖原本是人工水库，它拥有44年的历史，修建时动用了2万多人力。它在建成之后，为东丽区的几十万人口带来了很多便利。现如今，它已经成为了天津知名的湖景公园。大家好，我是徐工啊。这次一定点关注，下次旅行不迷路。这个地儿是东丽湖畔的东湖公园啊，这里边有很多好玩的地方，待会儿我带着大家好好逛一逛。这是3哥自行车吗？看着这个风格很3哥啊。这个地儿有点荒凉破败啊。里边那是有一个什么？哦，远处还有一个梅花鹿。看这有没有点废土末世风的感觉？我们天津市就不缺这样的地方啊。这是啥呀？看着底下有轱辘，这个汽车造型好别致啊。一般情况下，我们现在所能见到的公园，要么是官方主导的绿化工程，要么曾经是钟鸣鼎食之家的后花园。但东湖公园很明显就属于是2般情况，它的发展史就是一段无产阶级大众的奋斗史。在1972年，北方多地遭遇旱灾，天津更是其中的重灾区。在这场旱灾中，连海河都因此断流，水稻也因此严重欠收。历经多次讨论后，人们决定以兴建水库的方式来抵抗旱灾带来的影响。历经几年的准备后，水库的兴建工程在1977年10月正式拉开了帷幕。来自四面八方的民兵骨干自带被褥干粮，浩浩荡荡地奔向工地，投身到这场浩大的工程中。前后参与建造的人累计多达2万人。而且在修建水库的过程中，第一次使用了大量机械参与其中。在克服了种种艰难险阻后，新地河水库终于在1978年3月正式竣工，附近的多个公社也因此而受益。不仅粮食灌溉有了着落，还带动了林业、渔业的发展。有水库的地方就有鱼，这大家当然都清楚。1985年，为了进一步开发旅游资源，当地政府参考深圳西丽湖的名字，将新地河水库改名为东丽湖。而7年后，东丽湖所在的东郊区也因此而被命名为东丽区。如今的东湖公园便是基于东丽湖所建造而成的公园。
湖里面有大片大片的荷塘，还有黑色的鸭子往来游荡。可惜我们去的时机不凑巧，荷花荷叶都已经枯萎干瘪了，接天莲叶无穷碧的美景也不复存在。东丽公园身为一个湖景公园，它的一切项目基本上都和湖水息息相关。我们可以穿过水上木屋的门廊，也可以乘坐摩托艇乘风破浪。如果你在冬季造访，甚至还可以坐在雪橇之上，在冰冻的湖面上信马由缰。这里的绿化带很是宽广，生物资源也丰富异常。哪怕深秋天气渐凉，湖中的荷花荷叶纷纷退场，但仍然有其他花朵争相绽放。我们看到了很多小船，也有很多游览车辆，但它们处处锈迹斑驳，只剩一派末世凄凉。只有塑胶跑道上偶尔有1、2个行人兀自来来往往，这才是景趣多佳丽，江湖信渺茫。但无论如何，建设东丽湖的那段峥嵘岁月，我们永远不敢遗忘。那场浩大的工程是一场和平年代的硬仗，多少前辈将血汗洒入战场，是他们的脊梁为我们担起了一片新的希望。那才是前人栽种，后人乘凉，前赴后继，建设家乡。看到这里的朋友，记得一键3连加关注，和徐工一起读城，一起旅行。哎，荷花都没了，这地儿怎么还那么香呢？这是个嘛地儿啊？这香味还挺浓。嗨，厕所。大家好，我是徐工啊。这次一定点关注，下次旅行不迷路啊。这个地儿是天津东丽公园。虽然这只是一个家门口的普通的小公园，但是这个地儿有青山有绿水，咱们一会儿就好好的一块逛一逛这儿啊。大伙儿看这小坡没有啊？这个小坡上面有草有树，一片青翠啊，这个就叫青山。看荷塘这个水都发绿了啊，这个就叫绿水。这个地儿真的是有青山有绿水呀。那幅什么祥？这是树里长蘑菇了吗？天津东丽公园有36年的历史，这个公园始建于1986年，比我岁数还大。那个时候公园的面积只有50亩，当时它是什么样子的，我们也无缘得见。这就是历史啊！一旦你把它翻页过去之后，我们最多只能看到点影像资料，但再也不可能看到它的原貌了。2004年，东丽公园被全方位翻修，而且增加了很多新元素，它的面积也比之前有所增加了。我们如今所看到的东丽公园就是它现在的样子。我们如今能看到的这个东丽公园呢，有青山，有绿水，有荷塘。如果我们在某个下午造访东丽公园的话，就很容易联想到李白的那2句诗：吴歌楚舞欢未毕，青山欲先半边日。不过在这里不要说吴歌楚舞，就是连广场舞都没有。公园不鼓励这种形式的娱乐，所以我们看到最多的就是围着公园外道跑圈或者走圈的老头老太太，从正午一直走到半边日落，只剩残阳一抹。荷塘的面积非常大，如果是夏天来到这里，应该能看到不少的荷花。可惜现在是深秋了，只能看到残存的荷叶，还有一些干枯的莲蓬。这些残荷是秋天的专属福利，正所谓秋阴不散双飞晚，留得枯荷听雨声。可惜在深秋时节，不知会不会有人愿意来到园中来聆听雨打荷叶的声音，怕是一不留神就听成了身世浮沉雨打萍，越听就越是悲凉。如果想要在这儿听雨的话，大约只有一个地方可做，那就是荷塘边的红色亭子。如果在这里走了一圈，感觉有些累了，那就也可以来到这儿坐坐。不过美中不足的是，又能遮阳，又能听雨，又能歇脚的地方，只有这么一个小亭子。而其他能坐的地方，有的太晒了，有的太凉了，和这个小亭子没法比。所以我们不要在这里坐太久，能给大家共享的亭子才算是一个好的亭子。四季变换轮转，东丽公园的景色也会随之变换。春天有桃红柳绿，夏天有荷花盛开，秋天有秋高气爽，冬天有大雪纷飞。在命运的捉弄之下，我们错过了好几轮的春夏秋冬，所以会对未来的季节倍加珍惜。每当叶子多落下一片，这一年的生机就减少了一分。但东丽公园永远不缺新的生机。据说每年的7月初7，这里还会有鹊桥会，那是单身男女的专属福利。而且每年都会有新人成功牵手，从而开启前所未有的人生体验。说来人生一世，短短100年，不过是为了追求更多的体验而已。
我们无法延长生命的长度，但随时可以通过更多的尝试和体验来增加生命的厚度。多吃多尝，多见多看，多去结交好朋友，才不枉了这短暂的凡间一生。看到这里的朋友，记得一键3连加关注，和徐工一起读城，一起旅行。像晋南体育公园这样的地方，能锻炼，能看风景，能遛弯，能出点汗，在天津市还真有不少。在这个时代，不缺锻炼的场所，也不缺锻炼的器械，真正稀缺的是锻炼的时间、学习的精力以及各种物质层面的花费。大家好，我是徐工啊，这次一定点关注，下次旅行不迷路啊！我在天津市这也出不去，这你妈们没完没了了。我今儿在这个地儿是天津津南区的体育公园啊，这个地儿虽然不大，但是五脏俱全，该有的运动场都有。现在咱们一起去逛一逛。这几样咱们一样一样来说。先说时间，我们多数人过的日子根本就不配叫生活，最多也就算是勉强活着。每天上班的上班，上学的上学，这就已经累得贼死了。到家吃个饭，洗个澡，这一天差不多也就过去了。要说一丁点锻炼的时间都拿不出来吗？其实也不是，但人在身心俱疲的状态下，几乎不会再有任何锻炼的意愿。好比说，我锻炼身体是为了明天见到更好的自己，但如果我对明天已经不抱任何期待了，那变好还是不变好，还会有什么意义呢？这就是缺乏锻炼时间为我们带来的影响。然后锻炼也是需要学习的。众所周知，有氧运动能增强心肺功能，练身材和力量是需要撸铁的。我们看很多运动员，比如说苏神的身材很好，表面上他是短跑运动员，这是有氧运动，但他那个身材有着很明显的撸铁痕迹，很明显是经过无氧训练的。相当多的运动员其实都是如此，可惜很多人不理解这个。看别人跑步跳绳之后，身材比以前变好了，也不管自己基础体重多少，动作发力对不对，直接拿起来就上。运气好的变成了跳绳很厉害的胖子，运气不好的直接弄伤了膝盖，最后被迫摆烂。如果他们能有足够多的精力去学习一些基础的运动知识，也不至于遭遇这些悲剧。至于物质花费就更别说了，且不说护膝、球鞋、哑铃之类的装备，这些不是必备的物品。就说吃东西这方面，有健身经历的朋友都知道，3分练7分吃，要确保营养均衡，有蛋白质，有蔬菜，这比起那些垃圾碳水、工业甜食就要花费更多的钱。而且真到锻炼的时候，有专业的人帮忙指点，绝对比自己练强得多，这又是一笔额外的花销。旧社会就有穷文富武的说法，现在何尝不是如此呢？能练出好身材、好身体的人，十有八九都是用钱、用时间、用精力堆出来的，这本身就是一道阶层的鸿沟，很难跨越。不过新的时代总比旧的时代好很多，仅仅以近40年的岁月来看，高个子的年轻人越来越多了，身材火爆的女孩子越来越多了，肌肉发达的兄贵也越来越多了。这就是因为我们这个时代的营养水平远远超越了之前的岁月，连盛唐强汉也比不了现在的物质条件。在这个快节奏的时代，总会有越来越多的人设法让自己的节奏慢一点，再慢一点。如果你的世界里只有工作，那和赌徒的梭哈没什么区别，他有一点风吹草动，你就要跟着担惊受怕。可当我们接触体育之后，我们就会不可避免地进入大大小小的竞技场，到那个时候你才会发现，胜败乃兵家常事，败者只要永不气馁，迟早也会成为胜者，而胜者会逐渐晋升，从而走出井底之蛙的视野，走进更辽阔的世界，见到更多如云的高手。他们终归会发现，自己曾经引以为傲的一切，在更大的世界里算不得什么。这为我们带来的价值，不只是身体上的强壮，更是心智上的成熟。我们终将在锻炼的路上发现，再重要的考试，再珍贵的机会，在漫长的人生里，它只是一时的胜负，不该是一蹶不振的理由。无论如何，明天的太阳都将照常升起，来年的生活也将继续。足够强健的身体以及足够坚韧的心智，会帮助我们在路上走得更远。这便是体育锻炼为我们带来的长尾价值。看到这里的朋友，记得一键3连加关注，和徐工一起读城，一起旅行。在全家阳康2周后，我们去李七庄铁路公园晒太阳。结果我们在这遛弯的时候，误打误撞走进了一路之隔的梅江公园。在这个温暖的冬日下午，我们一口气逛完了2个公园。大家好，我是徐工，这次一定点关注，下次旅行不迷路啊！我在这个地儿是天津的李七庄铁路公园啊。
铁路我们算是找着，但是公园还没找着。一会儿咱们好好的逛一逛，看看这个公园的主体到底在哪儿。我们首选的目标是李七庄铁路公园，等到了之后才发现李七庄铁路还在，不过已经不再承载铁路的功能了，它的中间被木头封了起来，现在成为了人们遛弯的道路。我们也来来往往逛了几圈，但是有一个问题，铁路还在，公园上哪儿去了？然后我放出了无人机，这才发现原来在一路之隔的马路对面真的有一个挺宽敞的公园，看来真正的公园在对面。等我们过了马路之后，才发现对面原来是梅江公园，这也算是一个湖景公园。不过现在天气冷，湖面上冻起了厚厚的冰，要等待来年春暖花开时，这些湖水才能重新流动起来。但这个时期虽然湖水没有流动起来，但城市已经逐渐恢复流动了。在之前的感染高峰期，每个公园都是门可罗雀，走上半天也见不到几个人。现在公园里人也不算多。我们眼前的这座梅江公园一共占地260万平方米，绝大多数地方都没什么人，仅有的这几十个人几乎都挤在小小的儿童活动区了。看到这片小小地方的热闹场面，我们有理由认为天津已经逐渐走出了第一个感染高峰。在这个时代，如果能看到街头的人流往来，听到孩子的欢声笑语，是非常难能可贵的。这一年的时间过得太快，好像这一年的岁月被硬生生地挖走了一样，还没等留下什么痕迹，它就已经消失不见了。只有孩子们的喧闹声告诉我们，生活仍然是真实存在的。其实我们这些人的宿命不过就是随波逐流而已，没有什么选择。整个人类的命运又何尝不是如此呢？每当人类觉得自己的科学技术高度发达，可以人定胜天的时候，世界就会给我们来点颜色看看。眼前的城市在逐渐复苏，但与此同时，整个城市也付出了很大的代价。这才是沉舟侧畔千帆过，病树前头万木春。无论沉舟还是轻舟，无论病树还是心树，那都是生活的一体两面。无论你是否接纳现实，它永远都会在这里。并非每个人都能走到春暖花开的季节，但春天不会因此而推迟到来，花也不会因为怜悯人间的疾苦而晚几天绽开。再多的恐惧和抵触也赶不走生活中的酸甜苦辣，倒不如坦然接纳它，平静地迎接明天的旭日。我们只需做好应有的防护，吃好喝好并适当锻炼，尽人事知天命就足够了。这便是后疫情时代的生活态度。看到这里的朋友，记得一键3连加关注，和徐工一起读城，一起旅行。初见天津南翠屏公园时，它是一座光秃秃的山，我在车里头，它在车外头。第二次去到南翠屏公园时，它是一个大公园，我在桥这头，它在桥那头。如今再看南翠屏公园，它是我镜头里的天津秋景，我在遥控后头，它在无人机前头。大家好，我是徐工啊，这次一定点关注，下次旅行不迷路啊。这个地儿是天津南开区的南翠屏公园啊。今儿是工作日，这人都倍儿多的，上山下山的，还有底下的步道全都是人。一会儿咱们上山去好好逛一逛。很少会有一个公园会像天津南翠屏公园那样经历那么多的曲折往事。第一次路过这个地方还是在很多年以前，我从公交车里往那边看，只能看到一座光秃秃的山。我还煞有介事地对同学说，估计山的后边有部队驻扎，有这个山横在这里，打靶就不会有榴弹飞出来了。当然后来才知道是我想多了，这里就是一个垃圾山，是专门用来填埋建筑垃圾的，估计就是渣土之类的东西。后来经过绿化之后，这里变成了南翠屏公园，也成为了天津市的一片绿肺。幸亏是建筑垃圾啊，如果是市民的生活垃圾，这山得多难闻呢。第二次去南翠屏公园是当初谈恋爱的时候，我们去公园的山脚下吃了个日本料理，中午吃的挺爽，下午就直接变成喷射战士了。晚上连上夜班的时候，我仍然是飞流直下3000尺。从那时起，我就再也不敢吃日料了，它再诱人也与我无关。之后的几年里，我再也没去过南翠屏公园。不过后来发生了一件事，就是针对南翠屏公园的恶搞事件，在某个短视频平台上出现了好多定位南翠屏公园的风景视频，有的是草原，有的是海岸，有的是沙漠，知道的能看出来是恶搞，不知道的还以为这边有扇任意门能通往世界各地。如果是天津人的话，大家想想就知道，南翠屏公园就这么巴掌大的地方，怎么可能集齐这么多景点呢？要是它这么全能，我们天津人还用得着去外地旅游吗？当这些谣言平息之后，公园仍然是人流如织。当然了，今年公园里的游客尤其多，这里有的是红叶可以看，无论是山上还是山下，
你都能从这个公园里看到层次分明的秋色。如果要是在空中视角俯瞰的话，那就能把更多的美景尽收眼底了。这里的植物叶子有的是金黄色，有的是翠绿色，有的是深红色。只有是在四季分明的天津，秋意深沉的天津，才能看到这样的美景。中间的山不高，用不了多少时间就能登顶。站在山顶的小亭子旁边，照样能够俯瞰公园的全部风景。如果不登顶的话，就可以围着外面的跑道转圈圈，照样也能饱览一路的景色。这个公园还有一个滑雪场，这个季节没有雪，所以就改成了滑草。路过这边的时候，我确实听见有人一边嗷嗷叫，一边从上边滑了下来。如果是在周末的话，这里的生意应该会更好些。南翠屏不愧是京城南部的一道翠绿屏障，也是一扇通往金门之丘的窗户。天地为炉，万物为铜，哪怕我们燃尽一生所绽放的光芒，也不过是一瞬而已。而认真走过每个四季，为每一个美好的秋天驻足，那便是我们对这一瞬光芒的珍惜了。看到这里的朋友，记得一键3连加关注，和徐工一起读城，一起旅行。天津水西公园是一座占地140.57万平方米的湿地公园。自从开放之日起，这里便非常火爆。哪怕是在这个特殊时期去的，哪怕大门都关了，哪怕今天还是个工作日，这里照样有很多人络绎往来，好不热闹。大家好，我是徐工啊。这次一定点关注，下次旅行不迷路啊。今儿这个太阳太晃眼了，我这么凑合录吧。今儿没穿防晒衣出来，太阳晒脸上那阵刺啦刺啦的疼。我就没听说过这大冬天的太阳还这么烈啊，以前从来没有这么体验过。现在我在这个地儿是水西公园啊，下面咱们就一起来逛逛水西公园这个地方。这个地方的风景真的好，尤其是冬天的晴天，美爆了。九河下哨天津卫，这大伙儿一听就明白。天津这地方是货真价实的多水之地，别的不说，单单是湿地公园，天津一共就有19个。将来等大蓝板子都撤了，咱们一个一个的把他们都逛过来。今天咱们先说水西公园，一般来说大家是开车去，当然也可以坐公交去，很多路公交车都能到水西公园门口。逛这个公园大体上就只有一条路线，那就是绕着中间的大湖走一圈。水西公园中央的湖泊其实就是湿地的一种，它是城市的储水库，也是城市的肾脏。这个湖泊一年四季都显得生机旺盛，冬天也能看到一些白色的水鸟。如果我们在公园里绕着这个大湖走完一圈，基本上就能够看完公园里的全部景点。如果往公园的东侧走，就能看到一个回廊，回廊的外边别有洞天。如果是在秋天走过去，还能看到地上有很多枯黄的落叶，踩上去软软的沙沙的，走上几步就迈过了一整个深秋。公园的北面有一个小楼，愿意登上去看看风景也可以。如果嫌爬楼累的话，也可以用无人机直接从天上看，天色水色尽收眼底。湖泊靠近公园西侧的那一部分，它的水草稍微多一些，风景和这边也不太一样。理论上这个公园有很多园中园，也就是仿照江南园林所营造出的古典式景点。不过这些东西都是新建的，如果要去逛的话，每个景点看上5秒也都够了。他们的背后并没有什么历史故事供我们回味，有那个时间还不如多在湖畔走走，多呼吸一些健康的新鲜空气。毕竟天津动不动就要闹点小雾霾，隔三差五还得大蓝板子警告。像这种新鲜自由的空气，那都属于是限量特供，今天不珍惜，明天恐怕就没了。说完了公园里，再说说公园外。为什么我说这个公园是一个土豪园区呢？因为我们在2年前逛这个公园时，发现门外有很多别墅，我们就纳闷这地方那么偏，这别墅能有人买吗？但是这些别墅小区的门口总有汽车出出入入，看意思还有不少人买。世界就是这么奇妙，有人倾家荡产，有人盆满钵满，有人饥寒交迫，有人珠光宝气，有人走投无路，有人春风得意，有人20岁便已经提前去世，有人80岁时仍然生龙活虎。有人说无论怎么过完一生，到头来都是一样的，这纯粹是胡说八道。赢一辈子和输一辈子，那怎么可能是一样的？胜利要靠自己去争取，等靠要只能等来灭亡和宰割。大自然的生态系统都如此残酷，难道我们还指望食物链顶端的人类会对失败者大发慈悲吗？看到这里的朋友，记得一键3连加关注，和徐工一起读城，一起旅行。人被关得久了，对一切的阈值都会降低。不求美食，能吃饱就行；不求美景，能出门就行；不求体验，能活下去就行。如果要是能活在2次元世界里，那多是一件美事啊！
大家好，我是徐工啊。这次一定点关注，下次旅行不迷路。我现在在这个地儿是天津滨海新区的动漫园啊，大家搜索动漫大厦或者国家动漫园就能找到这个公园。公园和这个产业园区应该是放在一起的。看我背后这个大雕塑啊，前面就是唐僧师徒4人，后边是什么也看不清楚，待会儿咱们走近了瞧一瞧。这附近有好多遛娃的，还有玩滑板车的，这个地儿真是一个遛娃的好地方。说实话，咱们天津市也没什么好吃的，没什么好玩的，这个地儿就算是不错的地方了。起码孩子们来了这个地儿还有点归属感，看见那些个动漫人物还挺亲的。你看他国家动漫园这个东西还不老少的啊。这块是葫芦娃啊，好多小孩都在葫芦娃这玩。这个动画片是我们小时候的动画片，现在的小孩也看过吧，可能这些年没有什么太好的作品来替代它。这个故事的原型可能是南方的神话啊。这些都是什么玩意儿？这个画风特别的美式啊，是不是迪士尼里边的玩意儿？功夫熊猫跟他的那个师傅走了一圈，难得有这么一个认识的。这可能就是小美人鱼了吧。又看见一个认识的骑驴的阿凡提。你还别说啊，这个红伞伞白杆杆还挺漂亮。这应该是哪吒吧？哪吒可是我们正宗的天津卫人啊，河西区的。这个人是不是我们小时候看的邋遢大王啊？印象里还是挺像的。这是那爷俩骑驴的故事啊，一开始儿子骑驴，然后有喷子喷他们，然后换成爹骑驴，然后又有喷子喷他们，最后爷俩一块骑驴，还有喷子喷他们，最后爷俩抬着驴走啊。这就是告诉我们，无论喷子怎么喷，我们该干什么事还得按照自己的节奏干，别让喷子带着节奏走。这应该是半夜鸡叫的故事吧。喜羊羊与灰太狼，当初上大学的时候，我们一宿舍的男生看这个喜羊羊，一看就看好几百集，感觉还是挺有意思的。动漫公园的全名是中心生态城动漫公园，位于天津市滨海新区。像动漫公园这样的地方，对孩子来说是游乐园，对成年人来说是回忆。对于天津的成年人来说，回忆真是好东西，它可以让我们晚几天发疯。但天津这样的城市，不疯也要疯，不疯也会疯。如果疯了，可能只是运气不好；如果自己疯了，那是亲者痛，仇者快。所以总要自己设法找点乐子。而童年的这些回忆，这些动漫人物，也算得上是生命里的一道光了。它能绕开蓝色的大铁板，给我们带来一缕温暖的阳光。我曾以为童年的欢乐是无穷无尽的，但是随着岁月流逝，那些曾带来快乐的人物，神龙斗士、足球小子、鼹鼠的故事、猫和老鼠、邋遢大王、金刚葫芦娃，都和我们渐行渐远了。甚至连熊大熊二、喜羊羊和灰太狼都已经许久不见了。彼时彼刻的回忆就像是泛黄的老合影一般，我们还能靠它凭吊往昔。但照片里曾出现的那些人，或许早已老去，或者已经离开这个世界了。人生这条道路就像一支射出去的箭，开始一定有一个发射的动作，然后我们进入固定的轨道，在这条轨道中飞速前进，最后逐渐慢下来，直到彻底停止下去，并落到尘埃里。这支箭只有去路，却从未有回头路。在这条单程路上，我们终归要一路失去，先是失去自由，然后失去快乐，失去希望，失去未来，失去健康，最后失去生命。至于这些东西到底会在什么时候被夺走，一看命运，二看天赋，三看努力，这便是我们卑微而悲凉的一生。悲凉是因为努力并不一定能改变命运，卑微是因为多数人内心的波涛汹涌终归要靠自己一手平息，但从头到尾并没有人能看到我们的努力。不过还好，在二次元的童话世界里，那些陪伴我们的回忆永远都在，他们不会衰老，不会离去。我们来了，他们在安静地等待造访；我们去了，他们也会无声地默默欢送。在这个地方，我们可以和小美人鱼打个招呼，和熊猫阿宝说声早安，听听喜羊羊的新点子，陪着唐僧师徒走一段路，再帮着乡里的乡亲一起把周扒皮塞进鸡窝里。很幸运还能有这样的一个世界，能让我们在这里放空一刻，忘掉疲惫，甩掉焦虑，然后再推开三次元的世界大门，深吸一口气，然后再精神百倍的去应对外有铁板内有棉签的生活。这便是中年人的真实一生。看到这里的朋友，记得一键3连加关注，和徐工一起读城，一起旅行。
虹桥区秦简道旁的桃花公园，大伙平时叫它桃花堤，地图上称作桃花源，门口的牌子写的是桃李园。每一个景点仨名字，跟吕布有一拼啊。大家好，我是徐工，这次一定点关注，下次旅行不迷路啊！我在这个地儿是天津虹桥的桃花堤啊，今晚愣提是春天了，冻死我了这。咱们一会儿就来好好的逛一逛这个景点啊。这个桃里边还是京杭大运河的河段啊，这还有一个文保牌子啊，正好看见就拍一拍。桃花开了，但天津仍然很冷。从2022年延续至今的寒冬仍然如此肆虐，盛开的桃花带不来春意，岁月史书暖不了身寒，更暖不了心寒。不过话又说回来了，春天晚来它不代表春天不来，只要活得够长，这辈子高低能看见几个春天。你看这么多人来逛桃花堤，他们就是来看春天的，哪怕这只是个很小的公园，也照样是人挤人，人挨人。我这自拍杆都快伸不出去了。桃花堤虽然不大，但这个地方也经历了700多年的沧桑。别看天津现在就是一护城河，以前也是曾经繁荣过的。在1293年，京杭大运河全线通航，那是元朝时期的事儿，算到如今正好是730年。从那时起，天津西沽、丁字沽这一片就成了漕运中心之一，这个吞吐金银宝货的中心泵自然而然就繁华起来了。物质生活水平提高了，精神生活也得跟得上。就是在那个时代，人们在这片河堤的边上营造起了桃红柳绿的美景。公园的这一边是桃红，河的对岸是柳绿，人称杨柳桃花30里。现在虽然保留了当初的格局，但仅剩下来的桃红柳绿估计连3里地都没有了。那这700多年的岁月里，他都遭遇了什么呢？根据《天津县志》记载，康熙皇帝和乾隆皇帝都曾经来到这里赏花，还留下了诗句和很多遗迹。你照我说呀，这故事还可以写个续集，比如说再加上老慈禧吃完桃花糕赞不绝口，从此这个小吃名扬天下。然后公园里就可以支几个摊子卖桃花糕，做成桂顺斋玫瑰糕那个模样，口味换成桃花的就行，这样更有助于它商业化。如果园方采纳了我的宝贵建议，记得及时给我打钱啊！玩笑归玩笑，真实的历史并没有这么轻松写意。1900年那个庚子年，义和团和八国联军在这里交战，结果桃花柳树都被战火波及，连烧带炸，弄得七零八落。到后来，北洋大学堂的师生又重新种植了一些桃树柳树，让这里恢复了一些往日的气象。直到上世纪的80年代，天津市政府把修建桃花源列为一个重要的民生建设项目。我们今天看到的桃花源就是那个时代的建设成果，但30里桃花堤怕是再也回不来了。寸土寸金的城市容不下30里的桃红柳绿，飞速前进的时代看不见从前慢的信马由缰。人的一生就是不断失去的一生，历史的前进又何尝不是如此？有生者崛起，就有逝者凋零，但总会有些回忆会刻在我们的 DNA 里。比如桃花堤就见证了一代代的赏花人，这才是年年岁岁花相似，岁岁年年人不同。但人们对桃花的喜爱，对春天的向往，对未来的期待，却一如千百年前，从未改变。看到这里的朋友，记得一键3连加关注，和徐工一起读城，一起旅行。世人皆知江南是鱼米乡，却又有几人知道，天津千年以来一直都是红道香精的沃壤。大家好啊，我是徐工，这次一定点关注，下次旅行不迷路。这个地儿呢是天津的小栈道会馆村种植核心区啊，就是种小栈稻米的地方。主要是我从小在城市里边长大，从来就不知道水稻什么样的，今儿也头回看见这个水稻居然真的是泡在水里边的，也算是长见识了。这下边不让下去啊，不让下去，咱们拿自拍杆往下伸一伸，我们看一看这水上飘着一层绿色的什么玩意儿，上面好像还有蚊子什么的。种水稻可能都是那么泡在水里边吧。看这个地儿风景特别好，而且这个地儿是免费参观啊。看对面那些汽车就是停车的地方，如果来这儿的话只能开车来，没有第二种方法过来。就是开车来，这个路也不是很好走，它得途经一个村，村的那边还要查健康码什么的。就那个村本来就挺狭窄的，然后再加上一查健康码，那个地儿就更难走了。所以说过那个村的时候费了很多的时间啊。不过一看见这个风景，感觉还是值了，这的景色还是真的不错。哎，这个水稻还不光是绿色的，这还有一种发黑发紫的颜色。我们切近点，大伙看一下，居然还有这种样的水稻啊！这还有一个3层的小楼，这小楼是干什么用的？应该是增高看风景用的。不过现在有了无人机，已经不再需要它了。从天津卫时代算起，天津这座城市的历史不过只有几百年而已，但这里的水稻种植历史可比这几百年的建成岁月长得多。比如天津蓟州区这个地方，在古时候的名字就叫做渔阳，
早在东汉时期，当时的渔阳太守张堪就开垦了大约5万公顷的稻田，鼓励人民耕种。如果从那个时候算起，天津一地的水稻耕种史就已经有2000年左右了。那个时候种出来的水稻可能是最早的天津饭了。而真正驰名全国的小站稻米，实际上诞生于150多年前，那是在清朝同治年间，淮军大将周盛传驻军小站，他为了补充军粮，就在小站一带垦荒种粮。就是在他的革新之下，才逐渐培育出了后来的小站稻米。周盛传兄弟的祠堂叫做周公祠，也在附近，咱们稍后就去看。如果说故事在这里终结的话，小站可能仅仅会以稻米种植中心的身份存留在天津人的记忆里，但城市规划者的想法可不止于此。他们想要把这个红稻香精之乡打造成一张天津的城市名片。我也是来到这里才知道，小站旅游区一共有7、8个景点，这个小站稻会馆核心种植区就是其中之一。为了方便游客近距离接触稻田，这里特意设置了很长的木栈道，我们可以走到最深的地方，反复调整自拍的角度。当然，如果用无人机航拍的话，我们会看到更好的风景。如果觉得麦田怪圈不好找，可以来看看我们的稻田怪圈，免费看，不花钱。如果没有无人机，还可以登上这儿的3层观景台，俯瞰这里的全部风景，也照样能拍出很好的大片。也希望我能靠自己这点微薄的影响力，带领更多的小伙伴们走进大自然，多看看风景，多锻炼身体。虽然说我个人的影响力很小很有限，但是谁说萤火之光就不算光芒呢？尽自己一点绵薄的力量，哪怕只做一点点好事，它也比不做强。其实我这个新号各个平台加在一块儿，也不过只有几百粉丝而已。就从咱们这几百人开始，多去户外，让身体越来越好。我是全职自媒体人，我之前的生活呢，就是躲在书房里边，坐在电脑跟前敲。现在也借着做徐公读成这个新号的机会，然后走进大自然，看看自然的风景。这是不是就是故事里边说的稻草人啊？原来近看稻草人是这样的，是用草绳子扎的。你们的稻草人都是这样的吗？只要我们肯走出户外，多去检索，就能见到很多平时见不到的风景。我们终归有一天会老去，老到鸡皮鹤发，老到哪儿都去不了，老到只能凭吊往昔来度过余下的岁月。但至少我们还有往昔的回忆可供翻阅，不至于在虚无的黑洞里度过余生。这可能就是旅行的意义了。看到这里的朋友，记得一键3连加关注，和徐公一起读城，一起旅行。天津渔家铺滨河公园，早在元朝末年便有人临海捕鱼，制造主盐。如今这里是公司密集的产业园，夜景美好，让游客流连忘返。在非必要时代，这里也算得是一处优质景观。毕竟现在的天津土著只能在井底看那一小片天，能走出蓝色铁板的围城，就等于走上了人生之巅。大家好，我是徐公啊，这次一定点关注，下次一定不迷路。这是头一次出来拍夜景。北塘这个地方是南宋时期的一片沉积地，早年间荒无人烟，后来山东文登县的2兄弟于英、于朝携带家眷北上讨生活，就看上了这个港口，于是一大家人在此处打鱼为生。后来人丁逐渐兴旺之后，他们就以这个家族的主流姓氏，将此地命名为渔家铺。明末清初之际，这里已经发展成为天津滨海地区最早的水旱码头。天津海河浅窄，容不下太大的商船，这就给渔家铺的原住民带来了发财的机会。他们用更灵便的驳船，将海上运来的南方特产送进天津的深处，再把北方的土产商品从内陆运回港口，再销往其他各地。从那时起，渔家铺便成为了南北商贸交流的中转站。在第2次鸦片战争之后，英国人也在此建立了码头，占了塘沽火车站，建立了亚细亚火油公司。天津城的中西交融史背后也是一段屈辱殖民史。但另一方面，任何一个贸易密集的地方都会有更多发展的机会。过去是如此，现在也是如此。在这个全新的时代，仍然有非常多的公司聚集在渔家铺经济区这个地方，其中相当多的一部分都是互联网公司，这就形成了一个密集的产业园区。看看这夜间的璀璨灯火，就知道这里的公司有多么密集了。灯火迷服饰，清光照顾台，在华灯初上的时刻，有人在河岸边闲庭漫步，有人在苦练滑板单车，但那些灯火通明的大楼里，也有人在努力奋斗，
直到夜深人静，万籁俱寂，也会有人红着泛酸的双眼，灌着提神的咖啡，敲着永远不会完美的 PPT， 期待着明天的大放异彩。他们仍然坚信，在金门不夜城这个地方，明天的太阳会照常升起。幸好还有人相信明天会到来，哪怕他们无法预知明天有没有风刀霜剑，有没有晴天霹雳，有没有天降牢笼，但他们仍然相信明天。细细想来，这些人和600年前从山东远道而来的余家兄弟又何其相似呢？先人胼手胝足，只为在这水边的荒原里为家族讨得一片生机，而如今的上班族只不过是想在这灯火辉煌的都市里给自己挣来一席之地而已。我们生活在车水马龙的大都市中，单单是活着便已经竭尽全力了。至少600年前在此开荒的余家兄弟还知道自己的前进方向，但并没有人能告诉我们未来到底会看到什么样的风景。时过境迁，昔日车水马龙的港口余家铺，如今被历史的画笔描绘出了座座高楼，处处灯火。我们置身于其中，花费一身辛苦，走遍2、3街区，四顾茫然，5味杂陈心间，6欲7情藏心底，8苦萦绕身边，9州10方踏遍，百折千回，万家灯火照从前。我不知道能不能收到远方的书信，上面写着陌上花开，可缓缓归矣。看到这里的朋友，记得一键3连加关注，和徐公一起读城，一起旅行。